95后女生回村建房。5年前，父亲就打算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。因家庭变故，父亲去世，妹妹上学，我在外省打工那么多年，城市卷不过。母亲年龄也大了，不能在城里展翅高飞，那就回村承欢膝下。毕竟父母从来没有让我们多出息，只希望我们平平安安。95后女生一个人回村建房，在外面漂泊了很多年，突然回到村里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性格内向的我，不知道怎么跟村里人相处，但也在慢慢的融入他们。建房的好多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去处理，不懂的都会去问村里的大人。今天一个人来收拾东西，把能搬得动的东西先搬走，其他搬不动的就等哪天找个人帮我一起搬。在这个生活了10几年的房子里，每一件东西都是我的回忆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。楼上就是我的房间，我和妹妹从小就睡在上面，所以长大以后很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不用很大，干净温馨就好。在这四面透风的楼上，古风的围墙，卫生永远都打扫不干净，有很多灰尘，老鼠肆意地在围墙上攀爬跳跃。每到打雷的季节，晚上一个人睡，我都会紧紧地捂在被子里。长大后也会很害怕电闪雷鸣的夜晚，害怕一个人住。这次想要建房子，我问妹妹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，妹妹只一句随便，什么样的都行，只要有她一个房间就好。全国统一的布娃娃你们有吗？小学的时候没有手表手机，小时候的月亮很亮，半夜跟白天差不多，好几次不知道几点钟，妈妈就叫我起来上学。那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路去，没有人送，不知道在学校门口蹲了多久，天才亮，学校才开门，爸爸才买的闹钟，为了叫我起床上学。还有上学时同学亲手叠的小星星，别人送的许愿瓶小熊，一个小小的首饰盒，闹钟还是一个存钱罐。1年级到6年级的课本，每一件东西都是深深的回忆，都是我的青春。今天吃了早饭，赶紧又来接着搬，大件的都搬不动，刚好表弟今天闲着，又过来帮我一起搬，有了帮手，我以为今天可以全部搬完。家里就2张床，爸妈1张，我和妹妹1张，还有一个冰箱，2个木柜子。木柜子是妈妈的嫁妆，那时候结婚亲戚朋友就送了2个木柜子。妈妈说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就几个瓶瓶罐罐，以前家里的床都是很简单的木头架子，上面用竹子铺起来。很小的时候跟爸妈睡，后来懂事起，爸爸不知道从哪家捡了一个烂沙发来放在楼上给我睡。从那以后我也算有了自己的床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打雷，每到下雨天打雷我都会捂着被子。出去工作之后经常被同事说我胆小，我出去打工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存点钱，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1年存一点，慢慢的给家里置办了一个衣柜，给他们换了床。刚出来打工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的愿望，那时候根本不敢奢望建房，以为建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。因为妈妈年龄也大了，无论如何我都想给她一个干净整洁的家。妹妹比我小10岁，想给妹妹买我小时候没玩过的玩具，想给爸妈吃农村买不到的东西，吃他们没吃过的。家里的东西表面上看着不多，收拾起来真是多得不得了。在农村可能好多家都这样，不会断舍离，什么东西都还留着。
我和表弟搬了整整1天，居然连楼上都没收拾出来。我和妹妹从1年级的书都全部还在，妹妹如今都上大学了，书都收了200多斤，叫了一个收废品的来，卖了120块钱。楼梯口的门很窄，东西真的很难搬下去，又是第1次视频，一点都不专业，角度也找不好，好多地方都不怎么看得清，家里太暗也是原因之一。原本以为建房子很简单，直到真正去做的时候才发现真的很难。后面我也会慢慢学习，如今想想那么多年，农村什么都不方便，不像城里，要什么还可以点外卖，叫跑腿。但在农村事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买颗螺丝钉都要跑到镇上去，才知道父母这辈子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父亲也走了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所以要珍惜眼前人，以后和母亲妹妹好好生活，过好以后的每一天。今天我也没什么事，就把小院打扫一下。舅舅说扫它干嘛，反正都要拆，就想最后再打扫一次，毕竟这是我生活了20几年的地方。小院承载了我和妹妹的童年，也承载了我最美好的回忆。在这个小院里有无数的欢声笑语，只有回到这里才有家的味道。看到妹妹的滑板车，又想到小时候家里也没什么玩具，妹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，她也很想要，但是爸妈一直没有给她买。后来我在外面上班之后，给她买了这个滑板车，现在都还记得她当时开心的样子。想起来我家有个银项圈，没找到，我今天过来找一下。以前爸爸说过一次，说那个银项圈不知道是爷爷留下的，还是奶奶嫁来的时候带来。今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，准备把房子上的瓦拆掉，但是刚准备上去就下起了雨，担心房顶上很滑，而且要用电，也不安全，就没拆。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会下1天的雨，雨下了3个多小时，感觉今天也拆不了了。吃了早饭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晒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今天拆。舅舅、表弟、我，还有舅舅的一个朋友一起帮忙拆。舅舅和表弟爬到楼顶，先拆了2块下来，天空又下起了雨，很不好操作。我说要不今天不拆了，但舅舅说都上来了，就把它弄完。我看我们几个人有点吃力，赶紧打电话叫小哥一起来帮忙。歇了10几分钟，雨小了，又接着开工，几个人合力终于把瓦都拆完了。5年前爸爸找人装上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如今我找人把它卸下来，只为它能挡住未来更大的风雨，延续这个温馨的小家，让这个小屋里的爱永不凋零。家里的东西也搬完了，
楼上也全部收拾完了。冒雨把楼顶的瓦都拆下来，干活把衣服裤子搞得好脏，楼上灰尘太多了。舅舅把大门上面的瓦弄下来，怕进出的时候掉下来砸到人。趁没下雨，我赶紧把衣服洗了，攒了好多衣服没洗，洗了好几遍才洗干净。洗到一半又下了一点小雨，6、7月的天就像娃娃的脸一样，一会儿阴一会儿晴。晾好衣服又下起了雨，又收起来，根本折腾不过它。昨天晚上直播到1点多，今天早上6点多醒，8点起床，我也着不住了，去眯一会儿。最后给你们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吧。今天把家里要的东西准备全部收拾一遍，还有老房子上面有很多电线，明天就要拆了，怕影响不方便拆房，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电线都重新布局一下。表弟又上去房顶上把那些铁钉都拆下来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路修通。村口邻居家旁边有个小花池，又跟他家商量了一下，把他家的花池挪走一些，明天挖机才好过来。说巧不巧，这可能是最快速的网友见面了。开直播刷到的挖机小杜，刚好是姨夫家的亲戚，姨夫叫他来帮忙，还把我那老伙计电动车换了电池，也帮忙把路腾出来了，坐等明天开工吧。今天早上很早，外婆就叫我起来，说要过来弄一个开工仪式。7、8点姨父他们都来帮忙了，挖机进场，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。终于可以不用一天忙到晚了。房子拆倒，好多木材，本来想把木材处理掉，外婆和舅舅说留着当柴火，看着不多，搬起来是真费人啊。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就这样挖了，老屋静静地立在那儿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。它的墙壁早已斑驳，屋顶的瓦片也残缺不全，每一道裂痕，每一处破损，都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小时候，老屋是我心中的城堡，重建老屋是为了让它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。新的老屋将会有更坚固的墙壁，更宽敞的房间，更明亮的窗户。它将承载着我们新的梦想和希望，开启一段新的旅程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挖机准备平地，地平完，师傅来找平，看门窗位置就要出设计图。师傅问我设计图有没有，要做多少分的铅梁，都是些专业名词，我听得云里雾里。问我有没有图纸，没有的话就按地形看，要准备放线、挖机钩。我拿出之前在抖音上收藏的图纸就开始了。可能小时候好多男孩子都有一个挖机梦，村里的老人都来看热闹，坐在这里看了很久，听着嗡嗡的机器响声，或许这曾经也是他们的梦想吧。今天开始做地脚线，早上来了，师傅按照图纸开始做地脚线，因为我在网上搜的图纸就是按照人家的随便改动了一下。昨天就发现有个房间很小，但是当时想着用来堆杂物，也就算了。今天实际来看一下，发现2个房间位置太小，都不好装门了，又改了些。
线，重新调整地脚线。所以下次你们搜图纸的，一旦有改动，一定要多考虑一下实用性，再施工。今天也算是踩了一个坑了吧？本来昨天很快弄完的，今天用人工，1天了还没弄好，迎着炎炎烈日，我觉得真的很累很累。想想工人每天都如此，就觉得很不容易。早上起来就把衣服洗一下，早上去洗衣服凉快一点。一到中午，在那个井边特别晒，表妹和我一起去洗衣服，我们光顾着自己洗了。回来的时候看到视频里有个大叔也想来水边打水吧，看到我们在那里没空位了，他就回去了，刚好快要洗完了。有个姐姐也来洗，洗完衣服回家做饭。由于我根本不会，所以就给表妹打杂。后面有空还是得花点时间学习一下。外公年龄大了，总是闲不住，一天都要找点事情做。吃完饭就去工地上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今天工地上的锄头很烫手，大致的基础都弄好了。工地上好多事我也不怎么帮得上忙了。每天我家工地边上都会坐着几个村里的大爷，他们时不时坐在那里聊天。生活虽然很平淡，但从他们的聊天中，感觉他们很幸福，知足者常乐，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以前常年在城里上班，习惯了城里的快节奏，突然回到农村，节奏很慢，刚开始还不习惯，烦恼的事情很多。我感觉听着他们聊天，也渐渐地褪去了身上的浮躁。小时候向往都市的繁华，长大了怀念家乡的宁静。村里的风景平淡，但耐看。也许老家并不便利，却最温暖治愈。嘿嘿，以前觉得农村生活枯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现在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便是我最期盼的。今天早上起来去扎钢筋，表弟年龄虽小，但是好多事情都会做了。之前他在我眼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。今天我提了1天的沙灰，刚开始激情满满，越到后来就没劲了。天气又热，表妹看我有点坚持不住了，也来帮忙。一会下雨，一会晒的，想着早点做完，就坚持做到5点才回来做饭，全身酸痛，感觉每一块肌肉都不是我的了。因为人也比较少，少一个人他们也做不过来。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，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前行。无论你选择哪条路，都是你的人生。嘿嘿，只要你坚持走下去，就一定会发现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我们穷极一生追求的自由和快乐，原来一开始就拥有了。渐行渐远的不是老家，而是童年的回忆，是曾经满村的烟火气，是陪你长大的亲人。今天是提沙灰的小晨，汗水从头上流下来会辣眼睛，汗水湿透了衣服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坐在地上看着蓝蓝的天空，好想就这样静静地多坐一会儿。微微一阵风吹过来，都觉得很幸福了。今天早上村里的叔叔去帮我家拉砖头，去到半路，路被昨天下雨冲倒了，大车过不去就没拉成，所以今天停工1天。所有工人休息，
我过来看了一下昨天下雨有没有影响。昨天没发视频，偷懒了一天，前天搬沙灰累到了，今天手上全脱皮了。站在我家门前，突然想到小时候去找小伙伴玩的快乐，后来我们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那句我吃完饭就来找你玩。昨天有事去处理事情了，今天回来我外婆说我设计的房间太小了，不好住，她昨天去看了一下，昨天愁得一夜都没睡着。她说花那么多钱建起来不好住怎么办？确实当时图纸也没看好，下了地基之后又不好改，就想着算了，就那样吧。但是他们都在说，今天跟我舅去看着实际，又各种想办法改格局，研究了很久，承包师傅也过来了，谈了很久才改了。现在改了客厅小了，房间都变大了。确定好之后，又把门口的材料收拾了一下，明天准备回田。舅舅想为我省钱，什么都让我们自己来做。表妹累得都想回家了，她说一天把她不当人整。昨天也搬了一天的砖，确实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今天老早，舅舅和姨父就在工地上等着挖机来，没挖几下就把水管挖断了。因为这根水管是2家人一起用的，所以姨父他们又在修水管。把水管搞好之后，开始回填，地皮回填好。因为昨天改了格局，他们又说2楼客厅太小了，最好从上面喷出来1米多，那样的话客厅就不会小了。然后又开始改设计图纸，最后经过多次探讨，决定加柱子，挖了3个坑，准备做柱子。现在进深11米，变成了进深12.5米了。好多粉丝都劝我把格局改一下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还是觉得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地基填完，舅舅叫我往里面放水，让土沉下去。挖机走了之后，别人家门口好多泥土，又去把人家门口打扫干净。感觉房子的格局离我想要的越来越远了，大量改又费时费力费钱，不改又觉得怕建起来后悔，好纠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早上老早就起来，赶紧跑到工地上早晨的空气真的很清新，以前看到书里说有泥土的芬芳，我以为是拟人剧，今天早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。我在工地等着师傅他们来，要告诉师傅要改图纸，因为房间的格局是宽3米，长6米多，想想我都心塞，这怎么住吗？决定还是改一下，跟师傅最后一次确定尺寸后，马上就要打地板了，打了地板就改不了了。现在最后改了一次，心里舒坦了好多，我心里的结终于解开了。外公也是很好玩，一把烂了很久的旧镰刀，天天跟我外婆念叨，不知道谁用的，好好的镰刀能搞断，搞断了也不修，其实几块钱的东西，但是他要花好几天才能修好。小老头折腾了好几天，今天终于把镰刀修好了。从小不会做饭的我，还好有几个好闺蜜，这种大场合做不熟给别人吃也挺难受的，有你们是我的福气。今天就是做一下地板养护就行了，每天都在很积极的想过好每一天，都在拼命的往前走，突然会有那么一些小事让人瞬间破防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？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风吹哪叶读哪叶，马叶难懂思哪叶。路不通时，记得转弯，别把自己逼上死角，不要企图完美，因为我们本身就生长在裂缝中。